是4月19日在网上曝光的一段中国人民解放军轰六恩携带的一枚全新反舰弹道导弹正在着陆的视频。画面中可以清晰见到，这枚导弹由火箭助推器和双锥体弹头两部分组成，被广大网友认定为应该是中国秘密研制的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鹰击21。而更令网友振奋的是，几乎就在相同的时间，中国海军官方媒体发布了一段为今年4月23日海军节预热的宣传片，里面竟然出现了一艘05万吨大驱使用垂直发射系统冷发射了一枚全新战术导弹的镜头。而这枚导弹从外形上看，与刚才轰六恩携带的那枚全新导弹颇有些相似。那么会不会是鹰击21的舰载型呢？05万吨大驱我们很熟悉了，拥有前64后48共112个垂直发射单元，而05的垂发分为7米和9米两种深度。除了具备对付海底潜艇的鱼8反潜导弹外，对空对海的战术导弹最牛的就是两种，一个是对空的红旗 9B 远程防空导弹，另一个就是需要埋在9米大空中的鹰击18A 远程反舰导弹了。不过这次视频曝光的导弹似乎并不是这两种，这是05南昌舰此前试射鹰击18的画面。我们注意到鹰击18为热发射，与此次曝光的冷发射模式完全不同。另外从弹体外形可见，新导弹的小翼居中非常明显，而且鹰击18A 只是一款亚超结合的巡航导弹，中途会打开一对短翼，利用小型发动机实现长距离亚音速掠海飞行，最后的末端再分离出一枚独立的超音速弹体，在固体火箭发动机的推动下，将速度提升至 2.5 至3马赫，达到超音速攻击。不过由于速度并未突破5马赫，所以它还称不上一款高超音速武器。而海红旗 9B 虽然采用了先弹出再点火的冷发模式，不过弹体外形如图可见，海红旗9弹体的中央非常光滑，并无弹翼，这也是与新曝光导弹最大的区别。看起来这次在05大驱上发射的导弹并不是此前05标配的这两款最先进的战术导弹，的确是个新家伙。从外形来看，这枚战术导弹似乎为多级构造，下半部分是圆柱状的火箭助推段，弹体部分有4片较小的弹翼，意味着它的动力段和前部似乎是可以分离的。弹体头部采用了特殊的双锥体设计，看起来是一枚弹道导弹，因为此种设计此前还出现在东风 15B、东风 21D 和东风26等陆基弹道导弹的上面。不过将这种弹道导弹舰载化并在官媒曝光还实属首次，是2021年第13届珠海航展上展出的一套我国自主研发的舰载垂直发射平台 HT-1E， 里面有一枚导弹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左下角的这枚 CM40 型，同样也是两级结构双锥体弹头。当时很多外媒猜测，这就是中国最新型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鹰击21。去年我就感觉，既然珠海航展可以这么大拉拉的展出，至少这款武器我国海军方面已经试射或者装备了。果不其然，此次视频的曝光也印证了这一点。那很多人就会说了，你怎么就能确定这枚导弹是反舰武器，而不是防空或者反导的呢？很简单，反导武器的试射，无论是中段还是末段反导，都需要一枚弹道导弹作为靶弹，就像去年2月中国官宣的那次反导实验一样。当时推测靶弹用的是老迈的东风4，无论是靶弹还是拦截弹，是很难逃过观测者的摄像机的。这是去年试射时网友拍到的画面。而且不论是打飞机还是拦导弹，都没有这种特殊构造的双锥体弹头，所以就只剩下一个可能，那就是反舰。这为世界第一款陆基反舰弹道导弹被我军命名为东风 21D， 现在版本已被很多人提前命名为鹰击21了，尽管从未官宣过。不过要想上舰，东风 21D 的火箭助推器势必要做得更细一些。看起来中国正在将陆基反舰弹道导弹逐渐过渡到空基和舰载化，东风 21D 率先完成了这样的演进。不过按照中国官媒披露新式装备的习惯来看，既然让你看到，就证明它已不是最先进的了。所以相比于鹰击21的亮相，我更期待的还是东风17的舰载版。现在高超音速武器末端弹头分两种，双锥体和成波体。显然此次曝光的鹰击21为前者，这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空基发射的高超音速武器匕首类似，采用的还是第一代桑格尔弹道的打水漂方式。而更为先进的钱学森弹道则需要搭配成波底弹头。纵观世界，中国在这方面独树一帜且遥遥领先，那就是2019年服役的东风17，也是世界上第一款服役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东风17的舰载化进展的如何了呢？
这是此前曝光的一张同样由轰6N搭载的一枚战术导弹的截图，可以清晰可见，其尖尖的脑袋与此次曝光的双锥体完全不同，看起来应该是东风17的空机版本。所以按照我军弹道导弹先陆基后空基再海基的套路，东风17的舰载版想必距离露面应该不远了。不过是否要叫鹰击17可就不知道了。除了以上提到的采用桑格尔弹道和钱学森弹道的两种高超音速导弹，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采用超燃冲压技术实现的高超音速导弹了。不过严格来说，这是一款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要一直留在大气层内，并不需要飞入外太空。特点是弹体需要进气口。世界目前已经装备的超燃冲压高超音速导弹是俄罗斯的锆10，采用舰载海基发射，不过尚未在乌克兰使用。中国尽管在超燃冲压发动机上造诣颇深，但尚无一款此类高超音速武器服役。目前速度最快的使用亚燃冲压技术的东风100，速度可达3至4马赫。美国则一直对超燃冲压技术情有独钟，从最早的 X51A 就开始研制了。不过伴随而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试射失败。直到今年3月，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匕首，成为世界上首次将一款高超音速武器实战化的国家。美国人终于坐不住了。4月4日，透过媒体羞答答地表示，美国在3月就试射成功了一款高超音速武器，不过为了避免与俄罗斯的紧张局势升级，一直都没有公开，并表示该款武器采用了超燃冲压技术，但何种型号并未透露。所以综上所述，现阶段中美俄三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上，俄罗斯无疑走在了最前面。他们分别拥有空基的匕首、海基的锆10和陆基的先锋，其优势自然就是有过实战。中国的优势在于服役最早，在钱学森弹道上的钻研颇深，并逐步开始向3位一体扩展，潜力很大。而美国的优势恐怕就是神秘了。去年，美国参联会副主席海顿空军上将就透露，在围绕台海的一次模拟战争冲突中，解放军依托强大的陆基反舰弹道导弹群，让美军遭遇惨败。可见，如果现在在台海或西太发生战争，美军并无胜算。那么在未来，如果战争发生在大洋深处，当双方航母战斗群遭遇时，鹰击21或鹰击17的出现，将使解放军具备了远距离率先攻击对方航母战斗群的能力。最后就是05的最新进展。美国媒体透露，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在东海遭遇了中国4艘05万吨大驱齐出，进而取消了原定的黄海演习计划。这样看来，05首批8艘中，装备给北海舰队的4艘已经全部服役，并已开展了海上演练。这4艘分别为101南昌舰、102拉萨舰、103鞍山舰和104无锡舰，而最新服役的无锡舰也第一次出现在了电视画面中。其余4艘则服役于南海舰队，105大连舰和106延安舰已经服役，107遵义舰不出意外将会在明天423海军节上官宣服役。身在海南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习总应该也会出席。而最后一艘05名字也已经确定，那就是舷号108的咸阳舰，目前正在海试中，预计今年年底将会服役。纵观05首批这8艘，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颇为耐人寻味，那就是在2018年7月3日创造同一天下水2艘05记录的105大连舰和106延安舰，服役的时间却相差了10个月之久。你说是人手不够吧，要一个一个来，这时间差的也确实有点多。所以会不会在106延安舰上，我们装备了某些类似电磁炮或激光炮的新式武器，亦或是为了发射某种新型导弹，对船体和垂发单元做了调整，为第2批次的05B 做一些预研和测试呢？不排除这个可能。第1批8艘的05已接近全部服役，第2批次的05B 即将到来，中国海军的下脚的征程仍将继续，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弓背霞明见兆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何皇帝，不拟回头望故乡。我们下期视频见。